OK， 明白。哎，啊今天这么神不守舍这样。没有啦，你看这个名单。名单肖欣妮、Gina Lin、Gina 不是你太太妹？对啦那今天我们讲什么主题？ ，PMS 金钱综合症，啊，他的亲戚最近哎呦，就是快到了喽，所以你看我那种战战兢兢这样。不要有压力。这个我明白，我也是过来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呢，让这个李腾还有其他男性朋友，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女性同胞一起了解一下金钱综合征。那女性朋友们，你是否在姨妈到来之前有负面情绪爆棚呢？还有面对水肿、焦虑、乳房还有腹部胀痛等问题，那临床上要怎么样才可以确诊一个女人到底有没有金钱综合征？那中医通过不同的治疗方式调理患者，舒缓症状。那西医又会推荐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呀，马哥，你看你行走江湖多年，这个金钱综合症怎么熬过来啊？哎呀，很简单的，每个月我都会买机票飞2个礼拜后才回来，明白吗？哦，这样我懂了，直接避开就对了。是的，哎，不过有一种说法，比如说一个女生啊脾气不好，我们就说，哎呀，你 PMS 啊哈，一定是姨妈来啊。哎，没错。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是正确，而且情况比我们想象还要复杂。所以说啦，复杂的事还是要请专家来说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马上呢就请出我们的妇产科顾问医生是李佳怡，欢迎中医师林小燕、耶！ Gina Lin， 还有肖欣妮。哎呀，欢迎4位，来，你看你清一色都是女生。对呀好来，请坐，请坐。来，请坐。你知道每次到月底我都战战兢兢啊，因为我就怀疑说哈，刚好啊另一半对不对是 PMS 又要来我觉。得你今天讲话还是小心一点。哎呦，对，我看你这一期还是少发问比较好，好不好？其实李腾要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PMS 这个东西呢，是不是真正存在的？对，PMS 是金钱综合症，它是一组生理和心理的病症。 OK 所以医学方面绝对是有认可的。 OK 确切的原因我们不清楚，它可能和身体上的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 OK 金钱综合症还与血液中多种称为 neurotransmitter 的化学物质有关 OK 例如血清素和 GABA。 OK 所以这是整个28天的经期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激素的起伏，尤其是雌激素和黄体激素，它们在经前2个星期不断的下降。所以可能就是这些起伏会造成一些患者会开始有这些金钱综合症的症状。是 OK， 那中医的角度又是怎么去解释这个月经的周期？还是是的。那一般上我们在临床呢，我们中医最近接诊的很多的经前期综合征的顾客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那年龄多见于25岁到45岁的那个育龄期妇女。对，那不好的是，她们每次都月经前的1到2个礼拜会出现全身性或者是局部的一些症状，然后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身心非常的受累。那一般上在我们中医的范畴内呢，比较多见的是肝气郁结。当然包括脾肾亏虚，还有气血不足的原因。所以在临床上，经前期综合征确实是存在的。OK， 所以到底这个确切的症状有哪一些呢？好，我要先让大家猜一猜，到底大概会有几种症状呢？几种 OK， 以你的经验啊，大概10种吧。10种就大概比如说脾气嘛 OK， 然后全身酸痛嘛 OK，然后斤斤计较嘛，是，然后呢我做什么都会被骂嘛，哦，原来还有这种啊！对，还有我放屁会嫌我屁很臭，谁的屁不臭就大概诸如此类。好了，够了，再讲下去的话，我跟你讲啊，他们等一下真的在现场吵。我跟你说 OK， 对我来讲说，一般上就是情绪的波动啦，对不对？而且懒得动，可能是因为腹部疼痛，懒得动，他嗜睡，一想睡觉。对，然后怎么照镜子都很不满意自己的样子，大概是这样。OK， 那你们觉得是什么症状？你们觉得有多少个我？觉得最典型应该就是腹部会闷闷的，蛮多人都会有。还有乳房会胀胀的然，后腰酸，其实女生很容易腰酸。腰酸。 OK， 那问一下医师啊，主要症状有哪一些呢？金钱综合症的症状有多达150种。啊，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心理和行为上的症状。 OK 所以这就会包括了情绪的反复、 OK 抑郁、 OK 疲惫、昏昏沉沉、焦虑，觉得无法掌控身边的事物。 OK 是还有烦躁、冲动、怒气冲冲，哇睡眠受影响是，特别想吃某种食物，会吗？尤其好像咸或者甜的食物。酸啊，真的嘞，哎呦你就中到完了。这个他应该很了解。突然半夜要吃什么东西？半夜，半夜，哎，那是我太太怀孕才会这样哎。然后突然半夜说要吃 chips 嘞，我要去买嘞，我上去买哎。 Potato chips。对啊，那还有其他方面的症状吗？还有行动，有些时候会比较笨拙。 OK 对，然后生理上的症状，比较常见就是乳房的胀痛跟腹胀。对，额外有一些患者会有头痛，还有是体重的增加。 OK，哇，所以听医生这么讲，两位对，两位小仙女有同感吗？应该是都有吧。我觉得生理上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会觉得乳房很胀胀的，然后可能会很爱睡觉， OK 所以就会觉得那在经期前的时候会特别嗜睡。但是体重这一方面我倒没有发觉，体重你有吗？我自己的话，体重呢，我自己就有，好像吸空气都会胖这样子。然后嗜睡，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有一次最严重的时候，我睡了不知道多久，睡到我妈妈过来摸我的鼻子，确保我还活着。很夸张哎。OK，那心理的症状，哦，我觉得会感受到低潮，哎，就是特别的抑郁，然后很容易情绪化，所以可能就会觉得泪点特别的低，然后莫名的就很想落泪、流眼泪这样子。像我呢，就很容易不耐烦，然后呢，有时候突然间的心情不好，比如说下个雨，我就觉得突然间很忧郁。然后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在半夜的时候灵魂拷问我老公，哦，这很可怕。很可怕。你妈妈掉进水里，跟我掉进水里，你要先救谁？之类的大半夜的，他们要先在同时在同一个国家了。然后他还问我很深的问题，说什么？你觉得活在世界上你的意义是什么？我是你，我说，哎，你看那边，然后一拳打过去，打进去过去就好。哎呀，这个蛮哇，灵魂考题会啊！嘞会嘞 ，OK。哇，天哪！OK，刚才医师也提到了3种类型，对不对？然后各自有什么症状？那一般上我们比较多见的是肝气郁结的一个症型。那在临床上，它的表现比较多是月经来之前烦躁、郁闷，然后有偏头痛，然后乳房胀痛，或者是月经前或月经期会有流鼻血的一个症状。对，然后脾肾亏虚呢比较多是很常见的腹胀，然后水肿，然后还有泻肚子的症状。气血不足呢比较好理解，那就是比较容易头晕、乏力，然后有些女孩子月经来潮之前经常的一直感冒，还有身体疼痛的这些症状。了解。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哎，两位嘉宾有什么东西要请教我们的医生的吗？对，尽管问啦，来，心理医生，我想问你是怎么诊断这个经前综合征呢？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血液来检查出这个症状， ，OK，它完全就取决于月经周期中症状出现的时间点。也就是说，如果他每个月都持续有这个，就应该是跟经前综合症有关。对，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它的症状会不会在月经期2个星期前开始 OK，然后月经开始之后对，它的症状应该在第4天完全的消失掉。说到这个，其实我蛮有感触，是唯一不用吃药，而且自己会好的。因为你看这个每个月发生的变化我是有证据的嘞。老婆1个月的精神状态，月经刚结束，哇，是这样的啊。排卵期，真的？这个是在发经前症候群。哎，老婆你要不要？不要，我说不要。走。月经期，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每个月的一个 cycle。当然，我们有做的比较夸张一点啦，大概就是这样。没有，我觉得他做的很真呢。对，我觉得很自然哎。但是每一次他可能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都会跟我大概知道 ，OK， 这个就是老公要礼让一下，容忍一下。但是我觉得我的经期综合征的家人都会理解，
而且我家有2个姐姐，1个弟弟，所以我觉得我弟弟更能理解这一块。不过刚才医生有提到嘛，是说诊断方法是取决于时间。没错，那除了时间之外呢？所以我们会叫我们的患者在家里做一点功课，他需要自行的准备至少2个周期的经期日记，而这个经期日记要仔细的记录一下月经来的日期，症状出现的日期，还有症状消失的日期。那医生看这日记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一个证据的基础，不然我们可以对症下药。了解。所以意思是说，只有妇产科才可以确诊出有没有经前症候群的问题吗？其实可以跟家庭的医生求诊，因为尤其如果症状不会太严重的话，家庭医生也可以帮你做治疗。所以58%的女性会患有非常严重的经前综合症的症状。58%呢？对，而它会严重到影响到生活、工作，甚至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对，夫妻的话就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也。对了，对，如果有这么严重的症状的话，我们不称它为经前综合症。它的名字叫 PMDD， 就是经前的烦躁症。PMDD 是有怎样的一种表现？我们需要具备以下2组别的症状。OK，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症状哈，至少要具备1个，就比如说你有明显的焦虑、紧张啊，情绪低落、绝望、自我贬低，持续烦躁导致人际关系冲突啊 ，OK， 又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啊，极易变动跟经常哭泣哈，这是关键的症状。我比较好奇的是，他还会自我贬低呀。哇，这个也蛮严重的。哇，这个缺乏自信心。对，突然间会这样子自我贬低，我觉得是来到非常严重。那另外一方面呢，附属的话至少要具备4个症状哈，比如说你会很漠然，感觉失控、无法集中，腹胀、体重增加、睡眠过多或过少，嗜睡会明显缺乏精力啊，又或者是对某些食物很渴望，还是你暴饮暴食，体征就比如说。乳房痛啊、头痛、关节或肌肉痛它的症状虽然非常的严重，但是它的时间点跟经前综合症是一样的，所以月经来之后，它应该完全的消失。PMDD 又应该要找什么样的医生呢？其实可以跟妇科或者家庭医生先求诊。如果我们有发现到你至少有5种非常严重的症状，然后它持续至少3个月。我们其实会把这些患者来转移给 psychiatrist。哎呀，太好了，又到这个食疗了哈。今天准备什么样的食疗方呢？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香气四溢的茉莉玫瑰花茶。对，是太好。那它可以很有效的疏肝解郁、和中调经。那对于舒缓月经来之前的烦躁、郁闷、乳房胀痛、头痛、腹胀的这些症状非常好。OK， 那用的材料有哪一些？茉莉花5克，然后它有理气、开瘀、辟秽、和中的效果。OK， 玫瑰花疏肝解郁、和血调经。OK， 枸杞子有养肝滋肾、明目；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OK， 很回甘哎。哇，对。那这个冲泡的方法是怎么样？是，其实非常的简单，像这些我们就用清水就是清洗干净，然后加入沸水500毫升，就大概盖10分钟的时间，然后温热服用就可以了。才焖10分钟啊，这么快？对，因为我们要采取它们的香气，因为比较多它们含有挥发油，所以就是焖太久或者是煎煮太久会失去它的疗效。那在什么时候喝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在月经前的1到2个礼拜就可以开始服用，一天1到2杯，餐后然后大概1到2个小时。那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消化不良或者是腹胀的问题，然后餐后1到2个小时服用会有很有效的舒缓这些不适。像我们没有 PMS 问题的人，我们可以喝吗？也可以喝吗？完全没问题，喝了也可以帮助睡眠啊什么这些。那太好了。对。那我想问的是，可不可以换成别的花，不要玫瑰花可以吗？没问题，你可以换成洛神花或者是百合，对，它们具有疏肝解郁、清心安神的作用。为什么经期不可以喝冷饮啊？在我们中医里面是说，长期喝冷水会耗伤身体的阳气，然后导致寒邪内生，然后寒客冲任，那这个会引发痛经、月经量少、颜色比较暗、有血块，或者平常有手脚冰凉的症状。进补当归的话，可以改善吗？如果说那个 PMS 的症型是属于气血不足的，可以适当的采用当归去补血调经。对，但是还是要配合其他的药材做一个整体的调理。那特别例如说，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妇科疾病，
例如子宫肌瘤，所以这个还是要在医师的指导下安全用药会比较好。平时他们都有说经期头一天不要洗头发，是真的吗？首先第一个是不可以用冷水洗，第二个是洗完之后一定要吹干，然后不可以头发湿湿的跑去冷气房或者睡觉。那有些人更不好，就是空腹跑去洗头发，那这个会导致说寒湿会内侵，导致疾病丛生。好，那欢迎回到医疗大小事哦。那到底这个治疗的方式有哪一些？哈，所以轻度的患者，其实在生活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OK，对，第一最重要就是要尽量的减压，是要有一个健康均匀的饮食。 OK，第三就是会建议你锻炼一下身体。 OK，对，做类似瑜伽这些活动，因为对调节心情会很有帮助。 OK，最后就是要限制一下烟酒，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一些物品。 OK，每天补充这个 Evening Primrose Oil 能不能改善这个经前综合征呢？研究有显示，使用月见草油其实对于乳房的胀痛非常有帮助。有研究结果显示，补充某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有缓解 PMS 的生理和心理的症状。 OK，所以每天从饮食中可以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哦，对，我们也是建议每天100毫克的维生素 B6。 OK，是最后有一个特别的草药，它叫 Agnus castus 圣洁酶，这也会缓解一下 PMS 的症状。但是用草药的话，如果3个月后还是没有达到效果，我们不建议长期的使用。那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Psychiatrist 他们会提供 CBT，这是认知行为疗法。 OK，这是会帮助我们的患者学习管理某种症状的新方法，让他们可以跳过现有的思想，是可以用另一种思维来迎接每个月有的挑战。就让他们认清一些情况，自己的一些状态，要清楚跟知道。是。那如果说是中等或者是严重程度的话呢，又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如果是中等到严重的症状，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药物来治疗。 OK，这些药物治疗主要有2种，一种是含有荷尔蒙成分的药物 OK， 它的功能属于排卵抑制的功能。对，另外一种药物就是 SSRI。 它其实是一种抗抑郁的药物。我们首医的选择其实是口服的避孕药，尤其是第4代的这种避孕药，对 PMS symptoms 非常有帮助。 OK，对，如果这还无效的话，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它是这特别有激素成分的一个贴片。 OK，对，所以这也是一种荷尔蒙的治疗法。 这个是要贴在什么部位？是任何部位，当然，女生她不会放在手臂，因为每个人都看到，是是是她放在背还是腹部都行，然后依照那个医生的指示来使用。那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效怎么办？对，我们可以注射一个特别 GnRH 的针，这是一个每3个月打的针，一打进去的话，我们的患者就会完全停经，然后它的效果会持续到3个月。最后的治疗方法其实是把整个子宫跟卵巢切除掉。对，因为我们的患者通常都是年轻的女性，是，所以我们都不常会推荐这个巨大的手术。中医方面呢，治疗方法有哪一些呢？一般上我们在临床上面的治疗比较多，采用的是中药的处方，当然也可以配合针灸、拔罐、刮痧等这些治疗手法。OK， 一般上我们的建议就是中医的治疗方法可以在月经前1到2个礼拜就可以开始。那在月经期，除非必要，不然我们一般是不会做针灸、拔罐或刮痧等这些治疗手法。你说在月经来的时候？对，月经期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做，因为像这些手法都有可能促进血液循环，所以有可能有时候失血了。对，有时候可能月经会量来的比较多。有没有什么舒缓症状的穴位啊？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就是采用膻中穴的一个按压法。那它本身有理气活血、宽胸立膈的作用。那它是在我们的两乳头的中点结合就是前正中线的一个交点处。那我们可以就是好像握拳，然后轻轻的在这边敲打，或者是上下的搓揉。对，所以它本身可以舒缓，例如说胸膈满闷或者是乳房胀痛的症状。这个穴位其实可以每天的按压，然后每次按压1到3分钟，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穴位是叫做足窍阴，那它本身就可以有清理我们的头目，还有通经开窍的作用。对，那它是在我们的脚部，在脚趾的第4指，对，它是在外侧指甲跟脚盘的0.1寸。那它的那个点很小，所以一般上我们是建议，有时候你用铅笔的头稍微的按压，不要大力刺哦，就按压就好了。对，那它很有效的舒缓，例如来月经的时候偏头痛。对，然后目刺、耳鸣，或者是晚上睡眠不好、很多梦，都可以按压那个穴位点。男生也可以吗？完全没问题。对，例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对，眼睛就是目刺，就是眼睛很红，然后有头痛，然后晚上睡眠又不好，那你可以就是在晚上冲了凉之后，睡觉之前，就是用那个铅笔头在按压，就是1到3分钟。OK， 是。所以经前综合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几乎98%的女性都曾经有这些症状。OK，但是如果你觉得它有严重到影响到你的工作或者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有受到影响的话，我们会鼓励大家求医，因为我们都有很多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对，最后也是要我们多多的叫我们的老公和男朋友们，在经前2个星期，请多包容跟照顾我们的女性朋友。对，因为这些经前综合症的症状真的不好受。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整集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比较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让自己舒缓这些症状，不然之前你可能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生气，没有一个出口。对，我有出口啦，就是他可怜的就是他。对，你知道第2个出口。对，我就是会知道说按哪个穴会不会是吃什么东西，或是甚至是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样。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至少今天有一个方向。对。像我今天才发现，原来经前综合症有这么多这种就是高达150种，然后自己可能就是那几种，可是也已经足够影响当天的情绪啊，或者是那2个礼拜的心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去重视。是。那对我来讲呢，其实很简单了。今天我们认识的那个食疗，我觉得对我们男生最好，对不对？茉莉、玫瑰花，泡个10分钟就可以了，对不对？不麻烦的哈。所以在这里我要恭喜 Gina Lin 接下来你可不可以一直喝到茉莉玫瑰花茶？怎么样他就泡玫瑰给你喝，对，给你喝就好。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这个肖欣妮，还有 Gina Lin， 谢谢。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李医生还有林医师，谢谢你们。那下一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